好可爱啊，它们两只。哇，它好大力哦！对啊。拍摄野生动物时，请记得不逼迫、不喂食、不干扰。想要拍摄自然的奇迹，请务必保持最美的距离。出发啦！出发去找大天鹅。昨天下了雪，昨天在我们睡着后下了，好像蛮大的雪。你知道我们几点睡的吗7点多，对，结果半夜1点多就起床。对，真的好漂亮哦。上面这些小箭头就是像现在这样子，旁边路边积雪把那个白线盖住了，你看不到边线在哪里。那个箭头指的就是他们边线的位置。哎，喝完了。喝完了，每天一杯维他命 C， 以防我们感冒。我们现在在草山看到了一个牌子，每块牌子后面都有一个故事。一个故事。2只哎，对啊，台湾海峡呀。来，你说你今天早上？我今天早上从停车场要出来的时候，很顺的就上车了，然后大家都看我，然后我上车想要奇怪方向盘呢，我上坐标从副驾上呢，赶快假装放东西，装作没事，然后走到驾驶座。吃饱喝足，我们要出发前往这次北海道生态之旅的第一站驱邪路湖。左转，然后你即将抵达目的地。没想到才刚抵达目的地，甚至连天鹅的影子都还没有看到，我们就先遇到了一组超萌的迎宾小队。走吧，我们去拍天鹅。但是我刚有看到那个，不知道北海道这也是东方狍嘛，就是狍子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一开始我们看到这圆滚滚的身影和白屁股，还兴奋的以为遇到传说中的傻狍子了。嗨，结果回来一查，才发现大错特错，北海道根本就没有狍子啦！北海道唯一的一种陆科动物，就是它们特有的虾夷鹿。为了对抗严寒，它们的体型比我们熟悉的奈良鹿还要大上一圈。下次来北海道自驾，如果看到它们在路边散步，记得放慢车速，小心驾驶哦。好可爱哦！大家都走出来了耶！家子哎，两大三小。在这里。这是鹿吗？好可爱哦！我操！好可爱哦，它们两只。北海道的野生动物真的不太怕人，它们就这样停在雪地里，远远的跟我们行注目礼。看着它们毛茸茸的大耳朵跟清澈的眼睛，瞬间觉得没有早起拍到湖面的遗憾都被治愈了。告别了小鹿，我们来到了驱邪路湖畔的沙滩。这里的大天鹅真的超级多，而且它们真的是我看过最懂得享受生活的鸟鸟了。这边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，驱邪路湖是日本最大的火山口湖。虽然北海道冬天的气温都在零下，通常整个湖面都会结冰，但因为地热的关系，只要在湖畔的沙滩往下挖，真的会涌出热腾腾的温泉，而且不是温水哦。我好奇去偷摸了一下，没想到竟然有点烫手。
是温泉。会烫手的那一种哎。原来他们在泡温泉。也就是因为这些不断涌出的地热温泉，让湖畔的水域不会结冰，所以每年冬天，这些远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大天鹅就会选择在这里度冬。你看它们一边泡着脚，一边把头埋进羽毛里睡觉，外面下着雪，水里泡着汤，简直比我们一般人还要会享受啊！不过这里的天鹅实在是太不怕人了，距离近到我手上的200-600长焦镜头几乎发挥不了作用。我开200端了，想帮他们拍个全身照，镜头里却被一整颗巨大无比的额头给塞满，根本退无可退。波妞在旁边笑到不行，说我带这么重的大炮来，拍出来的特写跟用手机拍的差不多。但也就是因为距离这么近，我才注意到每只天鹅嘴巴上的黄色斑块竟然都长得不太一样。听说这就像是他们专属的身份证，研究员就是靠这些斑块的形状来辨认他们谁是谁的。透过镜头仔细观察天鹅的起飞跟降落，真的超级有趣。在起飞之前，这群天鹅会突然整群开始集体疯狂点头，看起来就像是跟着音乐在律动。波妞说，他之前去皮塔湖的野鸟中心就有看过这种点头舞。这其实是天鹅们在确认大家彼此是不是都准备好，可以一起出发了。当大家都准备好，他们才会一起冲刺，列队起飞。因为它们体型很大，没办法原地起飞，必须像飞机起飞前一样，它们会在水面上用力拍打翅膀，双脚疯狂地在水面上助跑。降落的时候也会伸出2只大脚丫在水面上滑行刹车，画面真的非常可爱。跟一下，它还会甩尾。下雪了。点刮刮，就身体不冷，但是手套脱掉，手好冻哦。你刚摸完温泉之后更冷，摸完温泉更冷了。其实，在驱血路湖，除了水里的天鹅，旁边的树林更是热闹非凡，不时有各种小鸟飞来飞去。湖旁的屋顶停着一只巨嘴鸭在啊啊叫。地上有茶壶石咚咚咚的跑来跑去。正当我们准备离开，我们在停车场看到了小鸟，在一旁的停车场拍到了这种长得很像戴着黑帽子的鸟，但我实在是分不清楚它到底是褐头山雀还是沼泽山雀。它是谁？好可爱哦！如果有懂鸟的大神，拜托底下留言教教我怎么分辨，救救脸盲的波霸。接着，旁边的森林送给了我们一个超级大惊喜，太可爱了吧！我们居然在这里迎来了啄木鸟大礼包。我们的相机收不起来。对啊，一收又拿出来，一收又拿出来。旁边的树干突然传来了超大声的“叩叩叩叩叩”，
跑好大力哦！对啊，我刚刚就一直听到这个声音。我看的都快脑震荡了。大家看这只大赤啄木这样咚咚咚的疯狂敲树干，会不会好奇它们难道不会脑震荡吗？其实它们身上内建了超强的黑科技，它们的舌头超级长，平常收在嘴里时会往后绕过整个后脑勺，把大脑紧紧的包覆住。这就像是帮大脑戴上了一顶专属的顶级安全帽，所以就算1秒钟连续敲击20几下，它们也完全不会头晕的啦。你们是不是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呀？但这是2022年以前的标准答案。其实2022年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，它们的头就是一把超硬的铁锤，根本没有在避震的。1秒钟连敲20几下不会晕的秘密，纯粹是因为它们的大脑太小了啦。这样的反转是不是超级出乎意料啊？其实我们超级近的哦，它在这里抠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拍。好可爱哦，很忙耶，我们超近的。我收相机，其实我已经收到第4次了。然后收了又听到声音又拿出来，然后收了又听到声音又拿出来。这一切真的太值得了。我们在这里一口气收集到了大赤啄木、大斑啄木、小心头啄木，甚至还有我之前在大雪山找了半天都找不到的绿啄木。这次终于成功解锁。但生态摄影就是这样，有惊喜就一定有遗憾。其实这次北海道行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非常想拍的梦幻物种，就是黑啄木鸟。它是全日本体型最大的啄木鸟，全身黑色，头顶有着一抹非常显眼的红色。我们这趟其实有看到它的身影，但它速度实在太快了，超级可惜没能把它捕捉进画面里。只能说黑啄木鸟，这次你赢了，留点遗憾，下次才有再来的动力呀。离开沙滩，我们转战另一个有名的古丹温泉，这里的风景更原始、更辽阔。可惜天鹅们都在睡午觉，我们只有稍微拍了一下。这边比刚刚那边还要冷耶。对。然后这边好多人在泡温泉。接着我们决定先去解决咕咕叫的肚子。中午我们来到 JR 魔州车站旁边，有一间非常有名的人气餐厅，叫做食堂吃茶波波。我怀疑波妞是因为这家店名有波波才选的。他们家选用了很多北海道的在地食材。我们点了他们非常有名的魔州豚肉饭，那个酱汁跟炭烤的香气真的无敌好吃。我还点了一碗酱油拉面，汤头也很棒。但是就在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附近几桌的当地人居然清一色全点了味噌拉面，而且看起来超级浓郁。可恶啊，没做足功课。真的好想，我点错，真的好想吃吃看那碗在地人狂推的味噌拉面啊！下次再来，等下次再来补考了。吃饱喝足后，我们出发前往今晚住宿的地方——标金町。这里有鲑鱼之乡的美名，附近的酪农业也非常的发达。这边应该会有个洞可以进去。这边，对吧？对。我们在一个很酷的地方。今晚我们住的是一家 CP 值超级高的 Airbnb， 空间很大，很温馨。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第2天的住宿。现在我们在标金，然后这间是我们 Airbnb 找的。我们进来的时候很惊艳，这一间大家可以先看一下，猜猜看要多少钱？有一个大大的合适，然后餐厅、厨房，
然后还有一间卧室。这边有浴缸，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间是厕所，最多好像是可以住到6个人，是不是啊？2000块，有没有 CP 值超级高？晚餐，我跟波妞决定自己下厨，于是跑去当地的超市采买。不逛不知道，一逛吓一跳。北海道的物价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啊？来看看我们这桌战利品，一整盒满满的日本国产黑毛和牛，比手掌还要大的大虾虾，可以生食的鲜甜大扇贝，一大块厚切让我可以当中熊的生鲑鱼，还有蝶鱼跟应该是花鱼一叶干。甚至还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别海町牛乳跟时盛的卡门贝尔干酪。我们在超市找到了当地的标间牛奶，听说很厉害，我还会看有什么不一样。北海道鲜奶界的王者来了，这瓶来自全日本产量第一的别海町，这里的乳牛数量是人类的7倍。在一个走在路上遇到牛比遇到人还容易的地方。来到北海道，千万不要错过哟！就好喝的鲜奶，是真的蛮好喝的，但是就是好喝的鲜奶。不对，少一盒，我的鲑鱼。对，我今天要体验当中熊，所以我不切了。一整块的，鲑鱼亲子冻。吃吗？好啊，很好吃的。好。你们猜猜看，这样满满一桌顶级海陆大餐要多少钱？换算下来大概只要台币1200到1300左右。用这桌超丰盛的晚餐，慰劳今天在雪地里扛着大炮走了一整天的自己，真的是太爽了。吃着热腾腾的和牛跟海鲜，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。其实北海道的冬天并不只有冷冽的白雪，它还藏着好多大自然留下的温柔。北方的冬日虽然严寒，但地球却在驱血路湖湖畔为天鹅留下了一片温暖的沙滩。树木看似枯萎，却在树皮底下藏着让啄木鸟得以生存的生机。而那些路边的虾夷路、温暖的炭火豚肉饭，还有这间充满烟火气的 Airbnb， 都在零下的气温里给了我们最踏实的温馨。其实旅行跟生态摄影很像，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残念。就像那只没拍到的黑啄木鸟，还有那碗没吃到的味噌拉面。但或许这些遗憾不是失败，而是这片土地在温柔地告诉你，没关系，给自己一个借口，下次再来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波霸。下一集我们将前往这趟旅程最冷、最刺骨的地方——野付半岛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有点迷糊了，原来零上跟零下的温度差这么多的吗？我们开了一个 LINE 的社群，波霸的装备袋，里面有最真实的器材实测、配置建议，还有我私房拍摄的心得。如果你也是装备控，或者对生态摄影有兴趣，欢迎加入我的新天地，一起交流讨论哟。未来如果有团购或是各种优惠资讯，我也会第一时间分享在里面哦。链接就在资讯栏，让我们在那里继续聊摄影、聊聊装备吧。我们社群见。